话说润州有个老百姓叫温焕，他妻子汪氏和街坊有个相好，时间长了，这事儿被温焕察觉。温焕气坏了，整天破口大骂，还常常下狠手把妻子打得半死。汪氏挨了打，心里更恨这个丈夫，对那个街坊相好反而越来越死心塌地。这两人私下里就琢磨着怎么才能长相厮守，渐渐的就起了歹心。这温焕也是个粗人，以为把老婆打怕了就能管住她，根本没防备。枕边人已经变成了毒蛇，一场血腥的灾祸就在这看似平常的日子里悄悄酿成。时间来到8月中秋节，家家户户都在赏月吃团圆饭。汪氏今天一反常态，精心准备了一大桌子丰盛的酒菜，她打扮得十分娇艳，满脸堆笑地陪着温焕喝酒。温焕本来还有些戒心，架不住妻子软语温存，连连劝酒。几杯酒下肚，他把之前的矛盾忘得干干净净，只觉得妻子还是向着自己的。汪氏一杯接一杯的倒酒，温焕来者不拒，没过多久就喝得酩酊大醉，倒在床上人事不省。汪氏看着丈夫犹如死猪一般躺着，眼神瞬间变得冰冷。汪氏见丈夫彻底醉死过去，立刻找来粗麻绳，把温焕的双手双脚捆了个结结实实。为了防止他喊叫出声，又找了一块厚实的破布，死死塞进他的嘴里。准备好这一切，他从暗处摸出一根3寸长的大铁钉。夜影中烛光摇晃，只听见几声沉闷的敲击声，屋子里再次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。可怜温焕在睡梦中遭此劫难，手脚被绑，无法挣脱，只能在暗影中默默咽了气。这毒妇下手极其无情，简直令人不寒而栗，连同床共枕的亲夫都能狠心对付。确认温焕死透之后，汪氏冷静的可怕，她解开绑在丈夫手脚上的麻绳，把塞在嘴里的破布掏出来，扔进火盆烧成灰烬。接着她细心地把丈夫的头发重新梳理好，挽成一个发髻，刚好把头顶的那个伤口遮挡得严严实实。从外表看，尸体上毫无伤痕。收拾妥当后，汪氏突然散开自己的头发，跌坐在地上，扯开嗓子嚎啕大哭起来。她边哭边喊，说丈夫喝酒喝得太多，突然中风暴毙了。街坊邻居听到哭声跑过来，看她哭得十分凄惨，竟然全都信了。巧的是，当时正有一位名叫韩日光的大官在润州巡查。那天晚上中秋佳节，韩大人带着几个随从官员登上附近的万岁楼喝酒赏月。这万岁楼离温焕的家并不算远，韩大人他们从傍晚一直喝到快3更天。酒兴正浓的时候，夜风中隐隐约约飘来一阵女人的哭声。韩大人是个极其敏锐的人，他停下酒杯，侧着耳朵仔细听了很久。这哭声虽然很大，但在他听来却觉得十分蹊跷，总感觉里头透着一股不寻常的味道，完全不像是一般丧夫寡妇的哭法。韩大人立刻叫来身边的衙役，吩咐他们赶紧去查清楚到底是谁家妇人在这半夜3更哭泣。衙役领命，飞奔下楼，顺着声音找过去。没过多久，衙役跑回来禀报说，查清楚了，是前面街上一个叫温焕的老百姓家里发出的声音。那妇人说，温焕今晚突然暴毙身亡，所以在那儿设灵堂痛哭。韩大人听完汇报，微微点了点头，什么也没多说，只是脸色变得非常凝重。当下的酒局也就此作罢，大家各自散去。韩大人心里已经埋下怀疑的种子，准备彻查到底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天刚蒙蒙亮，韩大人立刻升堂，命令衙役直接去把温焕的妻子汪氏带到公堂上来问话。
汪氏正披麻戴孝，装模作样的抹眼泪，突然被衙役所拿，心里难免有些慌乱。到了大堂上，韩大人盯着阶下的汪氏，猛地一拍惊堂木，厉声喝问她丈夫到底是怎么死的。汪氏强装镇定，把昨晚对邻居说的那套谎话又搬了出来，一口咬定说丈夫昨晚贪杯，半夜里突然中风，没救过来就咽气了，自己一个妇道人家也毫无办法。韩大人冷笑一声，追问她既然发现丈夫中风，为什么不赶紧请大夫来针灸急救。汪氏低着头狡辩说，自己一个柔弱妇人，大半夜的孤身一人，不敢出门去请大夫，等天亮把本家的叔伯兄弟叫来看的时候，丈夫的尸体早就凉透了，这时候再想针灸也来不及了。韩大人听完，眼神像刀子一样扫过汪氏的脸，断然呵斥道，你丈夫根本缺乏中风的迹象，这绝对是一场谋杀，一定是你这个毒妇谋杀了亲夫。汪氏吓得浑身发抖，依然大声喊冤，死活不肯承认。面对汪氏的狡辩，韩大人没有继续跟他废话，他当场下达命令，叫来靳县城，让他带着经验最丰富的仵作立刻前往温家仔细检验尸体。韩大人严令他们必须查出致命的真正原因，一旦发现有隐瞒不报的情况，绝不轻饶。靳县城深知韩大人的脾气，知道这件案子非同小可，吓得冷汗都出来了。他不敢怠慢，赶紧带着仵作和一班衙役火速赶往案发现场。到了温家，众人把尸体抬出来放在院子里，仵作拿出检验工具，准备查个水落石出。仵作按照传统的规矩，仔仔细细把温焕的尸体检查了好几遍，可奇怪的是，尸体表面没有任何被人殴打的伤痕，用银针试了试喉咙和腹部，也毫无中毒的迹象。这下仵作无计可施了。靳县城因为害怕韩大人的威严，不敢就这么空着手回去复命。他把仵作拉到一旁，反复叮嘱说，检验尸体查出隐情是你唯一的专长，要是你查不出死因，大老爷怪罪下来，所有的罪过全得由你一个人承担。仵作听了这话，愁得眉头紧锁，心想这回可是遇到大麻烦了。仵作因为找不到死因，心里烦闷至极，他不敢离开现场，就在尸体旁边守了整整一夜。这一夜，他翻来覆去地回想尸体的每一个细节，绞尽脑汁琢磨各种离奇的死法。天色渐渐亮了起来，尸体散发出一阵阵难闻的气味。仵作正一筹莫展，毫无头绪的时候，奇迹发生了。就在清晨的阳光刚刚照进院子时，有几只大苍蝇嗡嗡地飞了过来。仵作原本没在意，但他惊讶地发现，这几只苍蝇竟然不约而同的全都停在了死者温焕的头顶发髻上，怎么赶都不走。仵作凭借多年的办案直觉，立刻意识到这个现象极不寻常。苍蝇专寻血腥气味，他急忙走上前去，小心翼翼地解开死者头上挽得整整齐齐的发髻，扒开头皮一看，仵作倒吸了一口凉气。只见死者的头顶正中心赫然钉着一枚粗大的铁钉，这正是苍蝇聚集的原因。这杀人手法极其隐蔽残忍，如果缺乏苍蝇指路，根本无法发现。仵作顿时大喜过望，困扰了一夜的死因终于水落石出。他赶紧让人备马，飞奔回衙门去报告靳县城，准备当堂指认凶手。靳县城拿到仵作的报告，也是吓了一跳，连忙拿着物证和验尸单上堂去见韩大人。韩大人听完汇报，看着那根铁钉，脸上露出了了然于胸的表情。他平静地对众官说，事情的真相果然不出我所料。昨晚我在万岁楼上仔细分辨了那个妇人的哭声，
他哭得极其急促，声音很大，但满心都是恐惧和心虚，根本缺乏失去亲人的悲痛。听到这种异常的哭声，我就断定这家肯定有见不得人的命案发生。现在铁证如山，看那个毒妇还有什么话可狡辩。韩大人接着给大家讲了一个道理，他说古时候有位聪明的先贤曾经讲过，人对待自己的至亲，生病的时候会担忧，临死的时候会害怕，真死了之后会感到无比悲哀。可是昨晚这个汪氏丈夫死了，她竟然全无悲痛，满心都是恐惧，这说明她心里有鬼，生怕别人发现她做的恶事。办案子就是要从这些细微的人之常情里面去发现破绽，第一性原理就是看透人性的本能反应。大家听了韩大人的这番分析，全都佩服得五体投地。韩大人立刻下令带汪氏。汪氏再次被带上堂，那个跟他私通的邻居也听到风声，暗中叮嘱他千万别把自己供出来。汪氏倒也硬气，表示一人做事一人当。面对铁钉物证，汪氏知道再也无法抵赖，只好承认了谋杀亲夫的罪行。但她一口咬定是丈夫平时虐待她，她才在气愤之下趁丈夫醉酒下了毒手，坚决否认有别人指使帮忙。韩大人明察秋毫，当场判决汪氏手段残忍，违背伦常，罪大恶极，判处极刑。这桩隐藏极深的命案，就因为韩大人敏锐的听觉和缜密的推理，最终真相大白。闲来无事，听一段书。本期明代奇案录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。